欢迎收看6小时的财经快讯。首先这条是，日本政府拟对东京地铁估值7000亿日元，计划于10月底上市，或为日本近6年来最大 IPO。下面这条，亚币升至3月以来最高点，因美国经济衰退担忧缓解，市场预期美联储下月降息，以及该地区国内背景改善。下面这条，加拿大2大货运铁路运营商同时陷入停摆，可能造成数十亿美元的经济损失，运营商与工会谈判陷入僵局，若不达成劳工协议，运营商将于8月22日开始停工。接下来这条，中国铜出口上月自历史高位下降，因国内买家利用该金属价格快速下跌的优势。下面这条，高盛将美国在未来12个月内陷入经济衰退的概率从 25% 下调至 20%， 因为最新的每周失业救济金申请和零售销售报告显示出积极迹象。下面这条，亚洲股市周一表现不一，因投资者考虑美联储即将举行的会议。此前，华尔街经历了11月以来表现最佳的一周，而美国股市在周五小幅上涨。接下来这条，加拿大便利店运营商 Alimentation Couche-Tard 向日本最大零售商之一 Seven & I Holdings Co. 提出收购邀约，这将成为日本有史以来最大的外国收购交易。Seven & I 已成立独立委员会审查收购邀约，董事会尚未决定是否接受或拒绝。下面这条 Plus 500预计年业绩超市场预期，上半年新客户增长 13%。接下来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宣布不再竞选自民党总裁，日本将迎来新领导人。自民党前经济安全保障大臣小林英之成为首位宣布参选的候选人，目标在年底前制定支出计划以应对通胀。前外务大臣河野洋平也在筹备参选，是否能获得足够支持还有待观察。让我们关注日本7-11便利店的所有者 Seven & I 收到加拿大 Alimentation Couche-Tard 的初步收购邀约，这可能是海外公司对日本公司进行的最大收购。下一条，欧洲股市周一持平开盘，此前经历了3个月来最大周涨幅，投资者准备迎接数据密集的一周，重点关注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讲话，以寻找降息线索。接下来这条，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本周将出席杰克逊霍尔经济研讨会，将面临与去年截然不同的挑战。去年主要问题是利率需要在高位维持多久才能遏制通胀，今年随着通胀显示出新的降温迹象，问题不再是美联储会在9月降息，而是降息幅度。下一条，美国科技股反弹未能说服期权交易员，尽管自月初暴跌以来，科技股引领市场上涨，但追踪纳斯达克100指数的最大交易所交易基金 NQ 等于 F 的波动性对冲合约成本仍高于标准普尔500指数 ETF 信托 1557T 的合约成本。下面这条，高盛认为明年美国企业的销售预期过高，因为经济增长放缓和美元走软。分析师预计标普500指数2025年销售额将增长 4%， 低于今年的 6%。 最后为您播报的是，德国将不再提供新乌克兰援助的消息导致欧洲国防股下跌，削弱了年内涨幅。尽管投资者纷纷涌入该行业，但德国莱茵金属公司等国防股正在回归技术性超买水平。以上是过去6小时的财经快讯，我们6小时后见。